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诗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刚好路过，被这里的风景吸引了。对啊，这里的风景的确是很漂亮，我偶尔也会来这里。风景没有变，可是很多事情已经变了。对啊，你有心事？哦，我猜的。我听新会说过，你有心事就会来这里。心瑜啊，你当自己是什么？你已经不是新会了，人家现在不是你的男朋友，怎么还会像以前一样跟你一起分享心事呢？对了，安祥说那2道药膳，四川菜炒猪舌还有咸鱼头豆腐汤是你特别准备的。虽然多了药材的味道，但是有亲切的感觉。你怎么会想到这2道菜啊？啊，我听新会说的，好像有这2道菜市面上很难找得到，所以就做出来试试看。你吃的还可以吧？不错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店里帮忙。哎，不如我送你吧。不必了。哎，这些事不必你动手啦。这些小事你怕我不会啊？你忙了一整天啊，这种小事我来吧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是大明星。老板，厨房收拾好了。哎，谢谢。张小姐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不必了，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好，去换衣服。好，拜拜。谢谢老板。阿星和阿乐是我的影迷，何止啊，还有很多时刻都是你影迷啊。你不是埋怨我抢了药膳的风头吧？当然不是啊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生意如何。哦，今天总共做了多少生意啊？辛苦了一天啊，这是今天的总收入。那么少啊？这样算不错了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不过食物方面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改进，毕竟口碑是很重要的。有些顾客反映啊，有些菜肴药味下得太重，出什么状况嘛？可能今天大家都太忙了，所以有些食物分量拿捏不当。这一点你要看紧一点，不管多忙都不能疏忽啊。爸，你以为安祥有3头6臂啊？那安祥的另一双手臂回来了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大家都忙得很，你自己一个人溜出去，你让安祥自己一个人忙啊？啊，姐，你回来就好了。扫地扫地。扫什么地呀？你们年轻人快去庆祝，这里由我和你老爸解决。不行，今天难得师傅师母来帮忙，我一定要请大家吃一顿，好好的答谢大家。我们忙了一整天，你让我们早一点回去休息还差不多。对呀，还是你们年轻人自己去庆祝啊。好好帮我看着他，你姐的幸福啊，全靠你了哦。哦，走了，干杯！喂，你干嘛喝果汁啊？很丢脸的。我还要送你们回家的。比起以前啊，我只懂得在小贩中心庆祝，现在跟你们来这里啊，哎，已经算提升了。当然啦。来，等一下，发型已经帮你换了，衣着也要注意一下。现在就有小老板露啊。姐，你觉得酷不酷？我觉得衬衫很面熟。是幸会送的。
以后一瓶药膳打出名堂，说不定还可以开连锁，拿个新加坡青年企业奖什么的。我只想一心一意的把一品药膳的生意搞好，只要顾客喜欢吃我食物，我就很满意了。我不想眼高高，手低低。你是男人呐，眼不高看不远，看不远就飞不高了，知道吗？姐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有时候人有自知之明，飞不到就不要勉强，要不然的话会跌得遍体鳞伤的。干嘛泼我冷水呀？不跟你们说了，简直是同个世界的人，难怪妈看好你们。等着瞧吧，我看他很快就要你们结婚了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，胡言乱语？我的酒量才没那么差。我去洗手间了。安祥开始注重仪表了，杂志说这是男人跌入情网的先兆。爸，你下个星期有没有空？什么事啊？我下个星期决赛，电视台说会给家人 VIP 位置看现场。是吗？妈、大姐和二姐都会去，我这里还有票，你要不要去？啊？我未必看得懂你们年轻人的玩意儿，再看吧。那一天我大概是没时间了。那没有关系啊。比赛的时候当着玩玩就好，得失心不要太重。我不是玩玩的，我是认真的。要是真的赢了比赛，我想暂时停学，专心做音乐。你要暂时停学，好好的医生不当，要当歌手啊？我不是说不读，我只是想先尝试做音乐。年轻就只有一次，我不想有遗憾呐。我怕你后悔的时候太迟了。爸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会对自己人生负责的。你好了，随便你了。爸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支持我。你听到没有？你的儿子说啊，要负责自己的人生，好好的医生不当，要学人家玩音乐。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也称赞过那个罗大佑啊，说他有理想、有抱负，敢放弃医生不做，做歌星。因为罗大佑不是我儿子嘛。好好，我们不谈儿子，谈女儿。你看看，这个日子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新宇跟安祥的大好日子啊！啊？他们在一起啊，有一段日子啦，该是时候帮他们筹备婚礼的事儿了。再说啊，新宇年纪不小了，再拖下去啊，就是高龄产妇喽。他们同意了吗？这种事情，你叫女儿怎么样开口啊？难道你看不出啊？看不出他们就是在等我们帮他们安排啊？安祥，好，记好。老板娘，你觉得那个阿忠怎么样？哦，哎，妈，那么早，爸呢？他等一下才来，我是特地来找你和安祥的。8月2号，你们觉得好不好啊8月2号。8月15就听过，8月2号是什么啊？你们的大日子啊！阿祥哥，你们要结婚了，恭喜啊！妈，你干什么啊？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安祥的店都开了，不结婚还等什么？哎，不如啊，把安祥的奶奶接住了，看看她有什么意见吧。安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你搞什么啊？什么搞什么？搞你们的婚事喽！安祥，你说话啊！哦，奶奶，安祥都没有意见，你还挑剔什么？你以为啊，还可以找到像安祥这样的人啊？年纪不小了，也不为自己打算，就这么决定了。8月2号，我去找姨婆商量商量。妈，心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怎么办啊？终于开金口说话了。刚刚为什么不反对我妈的安排？你要我怎么说啊？就说你不喜欢我，不要娶我，讨厌我，嫌弃我，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来电，说我们……怎么不说了？算了，说了妈也听不进去。那你现在知道什么叫有苦难言了吧？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啊。有了，
是吗？我妈不只是要你做她女婿吗？你跟新慧结婚不就行了？不好啊！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吧？你知道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。你知道我跟新慧只是好朋友而已啊。只是好朋友而已？难道你没有喜欢她，不想成为她男朋友，没有心动过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谁告诉你这样赖里比较酷，头发要梳起来比较有型？已经中了新辉的毒了还不承认，不说话就是默认。喜欢人家就说吧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玩什么暗恋？人家现在是大明星啊，而且我……你怕配不上他？傻瓜，你没听过牡丹要配绿叶吗？新辉是牡丹，你就是绿叶，就像戏里面的主角和配角啊。那一般方剂里面也有成药跟君药，大家扮演着不同的身份，但是加在一起就能发挥扶持的作用，取长补短啊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啊？只要你踏出第一步，拿出你的诚意，一定能打动他的。那你自己呢？我？你和世轩啊，我知道你还没有放下他的。我和世轩的情况不一样。如果他是人参，我就是黎炉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摆在同一个锅里面煮的。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醒来的感觉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在手术室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突然很想跟家里人吃一顿饭。好，等你出院之后呢，我们一家人吃顿饭。新慧，我听姑姑说，爸的手术很成功，所以过来看看。爸，哎，你不要乱动。不动。等过几天你能够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叫我爸，江爸爸开点补心的中药汤给你喝。只是中药会苦，你可不能嫌苦哦。不过如果你真的怕苦的话，我是可以带点蜜枣给你的。你真的像你妈，她也是这样喜欢问我爱吃什么，不吃什么的。真的吗？那她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？那我像她吗？我像到多少啊？你很像她，尤其是眼睛，你跟她一样，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。你们的鼻子也很像，一样那么挺，那么直。刚才什么都没说，是不是妒忌我墙头爸爸？怎么会呢？那你是介意我帮汉生拍广告？那只是你的工作啊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帮你报仇了。我花了他一大笔钱，气死他了。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纠缠我？你怎么还跟莫妮卡在一起啊？他没对你死心吗？其实莫妮卡她……反正你也不用跟我解释的，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，我也不能左右你。新慧啊，今天是我妈的百日祭辰，我等下去拜祭她。那你去咯。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我们都不熟。啊？我是说，我待会儿有通告，我没有时间去啊。新慧啊，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会很不习惯的啊。对不起，你真的不像我所认识的新慧。那你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。芬姨，我又来看你了。我想，你应该习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吧？当初我用新慧的身份骗了世轩，也欺骗了你。虽然我的样子不是真的，可是我感情是真的。有人说，能骗一辈子的谎话就不算谎话。如果世轩永远不知道救他的是心瑜，那新辉救他的事就会变成了事实，对吧？可是说谎好累，用真感情包装谎话，这种谎话真的是很累人。
每次看到世轩，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一起吃你煮的晚餐，点点滴滴，一切就好像刚发生一样。我多么希望那段日子不会结束，没有终点。芬莹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每次看到世轩，我的心都会很痛，很痛。谁呢？星宇。这些菜是你点的吗？这些菜都是新宇特别为你们准备的。星宇，你有心事？我猜的。我听新会说过，你有心事就会来这里。世轩，你怎么来这里的？你想吃点什么？今天是我妈百日祭，我想吃那天开张的时候你所煮的菜。你是说咸鱼豆腐汤，还有猪舌枸杞炒四川吗？那你还有什么好介绍啊？不如试一试我们的凉拌面。好啊。我想不加药材，你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口味。怎么会那么像呢？味道还一模一样。你怎么煮的跟我妈一样啊？这些都是家常小菜嘛，味道都差不多一样的。我经常都是这样子煮。是吗？如果你喜欢吃的话，可以经常来这里吃。好啊。你好像加了鱼露。希望合你胃口。这鱼露好像少了些什么。哎呀，我忘了加柠檬了。鱼露腥味重，加点柠檬汁，可以去腥又可以开胃。鱼露的味道很重，要加柠檬汁，味道才不会那么腥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一些啊？这个是常识嘛，柠檬本来就可以去腥开胃的。我去厨房弄点柠檬汁给你。你不是要炒有血有肉的菜给大家吃吧？别闹了，把刀子还给我，我很忙的。还说自己梦醒了，接受事实，怎么还是那么不潇洒啊？你还说都是你，要不是当初你搞出的主意，我就不会这样痛苦。我是在帮你啊！如果真的那么苦，我就不要你帮。唉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你有没有听说过狮子的故事啊？没心情。从前有一头狮子中了陷阱，被人家困在笼子里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人来救它了。他打开笼子，可是狮子还是不肯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狮子在笼子里有好吃的，他担心如果离开了笼子就没有好吃的了，所以他放弃自由，待在笼子里。那有什么不好？你现在就像一头狮子，躲在自己的笼子里，放弃自己的爱情。走出笼子，也许就是新的天地啊！也许是死路一条，搏一搏才会赢嘛。
不博你就输定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心宇，安翔，晶晶来过，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世轩。为什么不自己拿去啊？为什么不老实告诉他？告诉他又代表什么？要可怜我，接受我，还是给他一个光明正大拒绝我的机会？也许情况没你想象那么糟，也说不定啊。那为什么那么辛苦，给彼此压力？好了，不要一副可怜我的样子。我以前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倒是你自己要加油哦，新会是很多人追的。小弟比赛超男票在这里。要上电视了，新慧，你说穿什么衣服好？要不要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啊？我看电视那些粉丝啊，都是穿一样颜色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做个看板什么的，帮小弟打气？这些给小弟粉丝做好了，最重要是我们到现场给他打打气。总共有5张票，1张是给老爸的。我看老爸不会去的了，不用了。老爸，啊，对了，我已经去问过观音娘娘了。你问观音娘娘小弟会不会赢？倒不如用灯油钱帮他打电话。不是啦，帮你大姐问的。帮我问什么？当然是你跟安祥的好日子了。妈，你真的行动了？我帮他们对过八字，八字很合。妈，我没有说过我要结婚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？对呀，他都没说他要结婚，干嘛你去逼他？他不结婚，人老了，我们又走了，谁照顾他呀？再说女人跟人参不一样啊，不是越老越值钱。妈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我和姨婆啊会处理一切的。你和安祥啊去办你们的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去婚姻注册局啊排队拿号码，等你们结婚啊暂时住在家里，然后去申请祖屋。生了孩子以后，我还可以帮你们看。妈，我很认真的再跟你说一次，我跟安祥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跟他都没有感觉。什么话没有？姐，还没睡吗？为结婚的事烦。其实安祥人没什么不好，他以前就已经对你有意思了，而且妈一直想要你嫁人。不是吧？我跟安祥只是好朋友而已，更何况这段日子跟他出双入对的人是你。喂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安祥？我们只是好朋友，那你呢？王安祥、秦世轩，你喜欢谁啊？哪能这样比？还在想我哥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拒绝妈的安排？安祥知道了一定很难过的。才不会。为什么？哎，傻瓜，他喜欢的人是你。我？是啊，是你。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？你现在变回本来的样子，每天忙着拍戏，高高在上的，人家接近你的机会少了，当然感觉不到了。也对。不对啊？怎么？你别忘了，我跟他相处的那段日子，他看到的是你的脸，不是我。可能他喜欢的是你，不是我，不然怎么感觉不到？你怎么还搞不懂啊？不是你感觉不到，是他不敢让你感觉到。你现在是明星，又那么漂亮，如果我是安祥的话，也会担心，万一被你拒绝，大家连朋友都没得做，那怎么办？这个 ，good， 再来 ，good。停，这个广告新会不拍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好笑了，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是这个广告的制作人呢？没怎么了？合约上说明按拍摄进度，公司在上个月应该收到钱了，可是到现在我们连第1期的钱都还没看到。等一等，我打电话给公司的人查一下。喂，我找你们老板陈汉生。什么？他出国了？
今天才会回来。那我们今天还拍不拍啊？没收到钱就不拍，是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通告。你们把事情解决了，再联络我们吧。新慧，我们走。等一等，我是看联络陈先生，让他跟你们说。新慧，我一下飞机就马上赶来探班了，送给你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公司拖欠了新慧的酬劳没还。有这样的事，账目是 William 处理的，我马上联络他。他手机没开，我先回公司了解情况，马上叫秘书过账给你们。那我们继续工作吧，不打扰你们了。联络到 William 了没有？没有，怎么搞的？连手机也不开。这几天他都没回来上班，客户们都不断的催货，怎么办？唐家没交货给我们吗？他们说我们的账目还没还清，所以不让我们先拿货。不可能的啊，为了每次都准时过账的。客户现在投诉缺货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要联络唐家。你先帮我查查看江新会的广告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先过账给他们。还有，合资开新厂那笔银行贷款进账了没有？怎么了？账目的事全部都是 William 自己打点的。喂，苏老板吗？我是汉生啊。客户是向我们催货，那货怎么还没到呢？钱都清给你们啦。什么？钱没收到？William 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络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我们合作设立新厂的计划，哦，那件事不是已经取消了吗？取消？对呀。哦，因为你们是建新公司，所以董事局没有通过。可是我已经告诉 William 啦，他没告诉你吗？3天前那笔贷款，过账去了哪里？Mr. William 前天刚搬走了。他搬去哪里呢？不清楚，听说好像准备移民。哥，喝汤。看什么啊？看得那么入神。特里方年轻老板业资金一无所有，欠下巨额贷款，是汉生啊！没想到他报应来得那么快。好了，不要看了。这种没良心的人，有一天说他。他只是野心太大，一个大好青年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如果这个时候我要你扶我一把，你肯吗？我现在只不过是水沟里的小店主，不是以前的秦世轩。可是以前 Vino 工作伙伴可不少啊，如果你开口的话，绝对不是个问题的。Vino 已经垮了，我不是以前的秦世轩，你也不是我所认识的陈汉生。又或者，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真正的陈汉生。原来还在耿耿于怀Vino这件事，被朋友出卖，比被敌人打败还伤得更重。你现在应该了解到这种感觉吧？是，我卑鄙无耻。出卖朋友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再怎么勤快，也只不过是你们家的一头牛；再努力，也是只努力的牛。牛是永远当不上田地的主人的。你就不同了，老板的儿子，什么都不必做，只需坐享其成。小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需要一个铅笔盒，
也得去当童工赚回来。我现在只想打造我自己的事业，难道这样我有错吗？我爸说的没错，你的野心太大了，你的目的只想伤害别人，夺取你自己的东西，来证明你自己，所以才会栽在你曾经试过的圈套里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思轩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上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想我怎么样？别上他的当。对这种人心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害亲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给别人一个机会？现在你还有脸要他帮你？不关你的事。什么不关我的事？亲家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幸会。哥，你不用理这种人的，他脸皮那么厚，跟你要钱，干脆当乞丐，反正饿不死。幸会。你还不走？我也是你债主之一，那笔广告费我就算了。走啊！你真的坚持不久。安定找一份工作，过平凡的生活未必是件坏事。给我来！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落井下石已经很好了。你来看爸爸。嗯。我陪你进去。你今晚有没有空啊？什么事啊？烟火指引我生命幸福的角落，夜空飘逸一道新彩虹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今天是我二姐江欣慧的生日，我们在此祝福你青春常驻，永远开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欣慧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许愿，今年生日太特别了，我终于做回自己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姐。耶，到我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安霞。这是我们大家送给你的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生日的？今天了。那3月18日是谁的生日？我姐啊。不要这样看着我，当初是我骗你，3月18号才是我姐的生日。那小时候救我那位小女孩，是心瑜。对，救你的小女孩就是我姐。那时候我看你搞错了，我就将错就错，没想到会……哎呀，对不起啦！今天是我生日，我最大，你就原谅我，当做是我的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完全不像我以前认识的新慧？现在的我才是新慧。现在的你，如果我说你当初认识的新慧并不是我，你会相信吗？我看你也不会相信了，说了也是白说，都是静静的错。新慧，你在外面干嘛？快进来啊！啊，喂，你不要生气啦，我们进去玩啦。喂，你干嘛？我老1岁都没像你这样苦着脸，发生什么事啦？没事啊。没事，是不是一瓶药膳有事啊？最近生意不怎么理想，别扫兴了。
今天是你生日嘛啊？你这个猪头怎么不早讲？那我刚才许愿的时候也可以帮你许一个。你今天生日，你帮我许愿啊？我是帮一品药膳，我也有份的吗？原来如此啊！好啦，不要烦了，我们跳舞。我不会跳舞。我教你。是。别可是啦，你要一辈子当老土的安详嘛？不会可以学，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跳舞，踏出第一步就会了。踏出第一步。怎么了？不是踏我的脚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。吃蛋糕吧。谢谢。谢谢。吃蛋糕。不吃了。难道他看我一眼也嫌弃？你发什么呆？我拿蛋糕给思轩吃，把他给吓跑了。没那么夸张吧？你们刚才从外面回来，他就闷闷不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啊，真的，只是随便聊聊啊，随便聊聊要出去。这里吵啊！好啦好啦，对不起啦。你又做了什么？什么又做了什么？我只是告诉他3月18号是你的生日，你才是他的救命恩人啊！我只是实话实说。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3月18号才是我姐的生日，救你的小女孩就是我姐。世轩，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，背对你的目送。小时候救我的人是你。你们在耍我，对吗？这玩笑开得太大了，而且一点都不好笑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从，就像停不下来的时钟。那回忆被你拆封。对不起。其实不关你的事。哥怎么会以为我们在耍他？我去跟他说清楚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也许他不希望这是真的。可是救他的人真的是你，他可以不喜欢你，可是他不能否认你救过他的命。算了，姐，你不要什么都算了。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。讨厌一个人可以有100个理由，爱上一个人可以不需要任何一个理由。对错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早知道我就告诉他，让他一辈子都不知道，那你就不用在这里心烦了。其实你也没有错，至少你让我找到一直在等待的答案，早一点知道总比我胡乱猜测的有意义。姐，可能那根本就不是你要的答案。也许我还不能克服心理障碍吧。丑女配俊男，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姐，你不要放弃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事情越弄越糟。你放心吧，我没事的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你看，人是善忘的啊，今天忘掉一点点，明天再忘掉一点点，很快的就忘光光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专心的帮你和安祥把一品药膳的生意搞好。这道淮山起子煲蟹汤是我们一品药膳新推出的。淮山有补虚省、益体力、长肌肉、滋养强壮的作用；起子有滋养肝肾、补肝明目、补血益精和健强筋骨的作用；蟹有散瘀血、消健快结聚、续筋骨、治胎毒和燥汗的功效。果然是当演员的料，昨天才教他，今天就好像拍大长今一样。换成是我，这么多记者，我早就脚软了。别的滚瓜烂熟啊，上次考试啊都没那么厉害啊。是咯，才刚及格，都是因为你。我？
给你们介绍，这是我们大厨师，也是老板王安祥，我们股东之一，我姐江心瑜。你好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第一次吃药膳，说真的，我吃了还想再吃，不但吃了不会腻，而且食物的配搭再加上中药，居然可以完全不影响的原味，还能够互相的提味，真是非同凡响，言行有为啊！过奖过奖。还有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减肥花茶包，只要是上门来的顾客，我们都会免费赠送。花茶包？对，里面有玫瑰花，玫瑰花可以理气解忧、疏肝健脾，对肝胃气痛、恶心呕吐、消化不良都有帮助。至于其他成分，你们自己去猜吧。可是最大功用就是能够帮助减肥。那安全吗？你放心好了，很安全的，就算不减肥也可以当茶喝。对，完全安全。你看，我跟我姐就是喝了这个茶，保持苗条身材的。那我可多拿几包才行啊！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拍个照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欢迎到一品药膳。这个药膳呢，刚刚开的。谢谢。张新辉，请给我你的签名。好啊。可以跟我们合照吗？可以啊。帮我签，帮我签。谢谢。帮我。 1、2、3 ，OK。谢谢。谢谢，一定要支持哦，一品药膳。一定会，一定会的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还是我自己拍吧。我还没分完。你这样不太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大明星，给人家发现了会有损人形象的。如果没人认出来，我才伤心啊！既然出来了，就准备被认出来。谢谢你。干什么？我也是股东之一啊！如果一品药膳做不起来，那我投资的钱不是完蛋？说的也是啊。哎，你这样也没看出来没事吧？啊，你这样一提醒啊，如果我妹要告我毁约，要我赔钱，我们卖掉一瓶药膳都赔不起啊！那怎么办啊？骗你的啦，大木头！我已经跟他说了，如果他真的要告，最多1拍2散呢，我就专心做老板娘。你养我了。 我会的。是我不对，不过我也是因为输了股票才没有钱还你。你给我10钱，我一有钱马上还给你，再加利息。我要现在还，现在就还！我现在真的没有钱，你叫我怎么还？警察！A passing shooting stars, a blessing